此时4艘快艇正在漆黑的海面上急速狂奔，白马岛的灯光在海面上如同指引方向的灯塔，吸引着快艇笔直地朝它飞奔而来。这些荷枪实弹的蒙面黑衣人与当初在纽约暗杀安家的黑衣人颇为相似，所有人统一服装，统一装备，组织纪律性极强，除了驾驶快艇的司机，其他每个人都用同样的姿势低头蹲在船舱内，一手握紧扶手，一手握紧突击步枪，双眼紧盯前方。在距离白马岛 C 型海湾入口还有约莫1海里的距离，其中一艘快艇中，一名黑衣人通过对讲机开口道：所有船只减速，引擎熄火。4艘快艇立刻切断油门，航速立刻便降了下来。随着引擎熄火，这些黑衣人立刻从脚下摸出一只碳纤维打造的船桨，随后众人立刻开始在船身两侧开始同频同节奏的划船。虽说划船的航速很慢，但完全没有引擎的声音，而船桨在海水中滑动的声音也完完全全被海浪的声音所掩盖。岛上执勤的工作人员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更看不到任何光线。这4艘快艇就如同大海上的幽灵，正在悄悄接近白马岛。只是这40名黑衣人，我也想不到他们的行早就被叶晨所掌握。此时的叶晨忽然感觉，这些黑衣人训练极其有素，也有可能是破青会的死士。可是他又觉得死士来这个地方完全没有道理。如果这些死士是奔着自己来的，那就意味着自己已经暴露了身份和行踪。可吴飞燕如果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就不可能只派死士来暗杀自己，他一定会派3大长老中的一位，甚至是3大长老一起。那这些黑衣人究竟是什么来路呢？迟疑间，4艘快艇已经悄无声息地划入海湾。白天的时候，这里还有白马岛的船只堵住出入口，但入夜之后，那些来凑热闹的船只纷纷返航，白马岛的船只也就撤回了码头。4艘快艇进来之后，为首那人便在对讲机里说：今天晚上岛上的人大都在开 party， 我们的目标肯定也在现场。我们登岛之后，第一件要做的就是杀掉所有码头附近的工作人员，第二件事就是把举办 party 的海景酒吧完全包围起来，控制住里面所有的人，不可让任何一个人逃出去。待解决掉目标之后，听我指挥，快速撤离，明白了吗？一众黑衣人立刻在对讲机里齐声回复：明白了。此时的黑衣人距离叶晨已经很近，他们在 C 字形的入口处，叶晨所在的海上别墅，也就是俗称的水屋，则在 C 字形的最下方，通过2条栈道延伸到海水之中。白马岛的公共区域以及办公区域主要集中在岛的中央位置，而岛的上方则是热带雨林风情的沙滩别墅，俗称沙屋。黑衣人的对话被叶晨听得真真切切，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些黑衣人竟然全都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此时黑衣人首领还在布置任务，他声音冷峻地说道：一会儿在包围了海景酒吧之后，1队2队负责外围警戒，3队负责在海景酒吧附近300米进行地毯式搜索，搜索范围内目视可及的活人全部干掉，不留活口。4队跟我到酒吧内部，听明白了吗？明白。一众人再次齐声应答。随即对讲机里传来一个声音：长官，我们要不要对岛上的客房进行搜索和清场？不必了。黑衣人首领冷冷道：我们这一次就是要搞点让世界震动的大动作，所以这次登岛我们不会切断岛上的电源，也不会毁掉岛上的通讯。一旦我进入到酒吧内部，酒吧里的游客或者是工作人员就有可能通过手机向外界求助。马尔代夫的军队离这里有100多公里，他们紧急集合，乘坐直升机赶过来，所需要的时间大概在半小时到40分钟。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说足够执行完任务再从容撤离，但不够我们在岛上清场，客房就不管了。不过如果有人过来送死，只要出现在我们的射程里，就第一时间把他们干掉。明白。叶晨听到这里，心中暗想，难道这帮人是恐怖分子？
可是他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绝大多数的恐怖分子都是非正规的武装人员，有狂热分子、黑帮、邪教等等。这些人虽然心狠手辣不假，但并没有什么组织纪律性，也不具备真正的现代军事化素养，最擅长端着 AK 瞎突突，对付平民自然毫不费力。但真要以军人的标准衡量他们的战斗力，他们连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通陆军都比不上。这帮黑衣人可不一样，这是用标准的现代军事体系培养出来的士兵，就算不是正规军、特种兵，也至少是毫不吝啬正规军、特种兵的雇佣军，而且训练十分有素，土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这种高水准的士兵，绝不是恐怖组织能培养出来的。原本听到这些黑衣人说要掠过客房区，叶晨还觉得松口气，似乎没必要趟这趟浑水。可仔细一想，觉得这事不管还不行。自己那倒霉的老丈人和丈母娘还在 party 上，说什么也不能出来度个假。本来只打算睡4个晚上，结果让他俩留在这地方长眠。于是他便赶紧回房间，对萧初然说：“老婆，你累不累？要不要先休息一下？”“不累啊。”萧初然正在看直播，摘下一只耳机，对叶晨说：“怎么，你累了啊？”叶晨没时间跟他打哑谜，干脆走到他跟前，温柔地说：“老婆，你累了，还是早点睡觉比较好。”说完，他拍了拍萧初然的肩膀，一道灵气通过掌心渡入他体内。萧初然便觉得困得厉害，困到眼睛都睁不开。他迷迷糊糊地说：“怎么回事？感觉忽然好困啊。”叶晨赶紧搀扶着他走进卧室，在他耳边说：“舟车劳顿跑这么远，肯定还没缓过来。你先睡会儿觉，好好休息休息，睡醒肯定就精神抖擞了。”说着，把萧初然放在床边。困到极致的萧初然脑子已经一片浆糊，他迷迷糊糊地说：“我实在太困了，那我就先睡了，你也早点休。”萧初然话没说完，人就倒在床上迷糊了过去。叶晨见他熟睡，立刻将房间里的灯光全部关闭，随后迈步冲出门外。此时，那4艘满载着黑衣人的快艇也已经在码头悄悄靠岸。